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上期说到，饿狼独闯怪人协会，撞上了灾害等级为龙的干部波奇，两边实力悬殊太大，很快就被其恐怖的胶热弹轰落到了怪人协会的底部。没想到竟然来到了大中眼的房间，为了胁迫饿狼加入他们，大中眼甚至出动了怪人王大蛇。那么接下来将会是饿狼和怪人王之间的对决，而地下的震动成功引起了其余的注意，决定前去查看一番。那么接下来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被大蛇捏在手里的饿狼感觉内脏都快被挤爆了。打个响指，大中眼也来到了下方。大蛇陛下，那家伙我还要用呢，先不要杀了他哦。听了大中眼的话，大蛇果然松开了手掌，饿狼落了下来。都成这副模样了，他竟然还能动，颤抖着双手，一股执念让饿狼坚持到了现在。体内的伤势早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而接下来他还要面对这恐怖的怪人王。只见大蛇头顶的一根脚抽动了一下，随后就像触手一般飞向了饿狼。饿狼一跃躲了开来，但还没落地，这脚竟然已经跟到了眼前。脚是大蛇陛下由人类变成怪人时最初显现的部位，又重又软，速度极快，可以随意伸缩，控制起来也随心所欲，很难对付吧？饿狼从墙上滑落，这一刻大众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饿狼似乎和之前又不太一样了。没问题，身体刚刚才被开过一次洞呢。哼，此刻的饿狼可以说彻底摆脱了人类的范畴，这种致命伤竟然也能活下来。但大蛇头顶的脚全数发动，根本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有了刚才的教训，饿狼拿出了全力，流水拳护身，一瞬间将袭来的脚用巧力拨到了一边。这巨大的震动引起了其他怪人的注意，都在感叹竟然有人能令大蛇陛下亲自动手。但上一刻还在烟尘中的饿狼已经跳到了看台上。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大蛇的脚给洞穿，饿狼飞驰在看台上，利用横向的移动躲避脚的攻击。下方的大中眼发现饿狼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了，而且是在肚子不断喷血的状态下。现在的他已经能从容地躲开大蛇的脚了。不行，一直躲避不是办法。做出了决定，饿狼一跃冲进了大蛇。只要到了近前，就轮到我了。既然他原来也是人类，那么要害为止应该还是一样的。饿狼正准备给大蛇的脑袋来上一拳，但下一刻死亡的阴影笼罩而来。只见大蛇张开了血盆大口，就像是嘴里又伸出了一张张嘴一样，把饿狼吓了一跳。好在惊险的逃了出来，果然他怪异的嘴也能伸长。可他刚一落地，就看到了更为惊悚的一幕，不仅是他的头，就连他的四肢都变成了像蛇一样的怪物，一眼望去就像是一只被无数巨蛇缠绕而成的巨型怪兽。在这巨大的差异下，饿狼显得如此的渺小。喂，刚才是怪物狗，这次是蚯蚓头头吗？都这种时候了，他还在吐槽。紧接着，那无数的巨蛇嘴里冒出了刺眼的亮光。糟了！一道道灼热光线瞬间将地面化成一片火海，这是蕴含在大蛇体内的超高温射线，大中眼都不得不开启保护罩。那饿狼，能够若无其事的承受超高温吗？大蛇的攻击还在继续，此刻的他就像是一只地狱九头蛇，他感受到了火海里的生物似乎还没有死去，几只巨蛇缠绕在一起，又变成了拳头。他扬起了拳头往火海里抡了下去。巨大的冲击力吹散了四周的火焰，果然饿狼并没有死，并且还接住了他的拳头。此刻的饿狼一身焦黑，身上还冒着气儿。紧接着大蛇的拳头再次加大力道，还是将饿狼一拳砸到了墙上。大蛇陛下是作为究极生物而培养出来的，现在的你和他的等级还差得太远了，放弃吧，饿狼。笑死人了，哼，我可是天才，接下来就是我翻盘的时间了。你仔细看着吧，这家伙确实很强，但想以怪人王自居还有所欠缺。欠缺？在我看来，他一点都不可怕，不够恐怖。此刻的饿狼已经快看不出人形了，漆黑的身躯上围绕着一股雾气。我就让你们体会一下什么是恐怖吧。肉体上的差距，就用招式来弥补吧。饿狼摆好了流水拳的姿态，准备火力全开了。来吧，惧怕吧！但下一刻，只见大蛇的拳头也变成了手掌，嘴里的舌头也收了回去。只见他扬起了双手，摆出了和饿狼一模一样的姿势。这不可能，架势和我一样。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天才吗？
只要看一眼你的动作和招式，他就能复制。你让大蛇陛下又得到了成长呢。我就如你所愿，给你恐怖吧。哈，看我一眼就能复制我的拳法，特意配合我的攻击模式，没想到你还有善解人意的一面啊！嘴上这么说着，饿狼却把手背在了背后，一个箭步直接大蛇的脑袋。后回去吧。饿狼完全理解不了他是如何做到连流水拳都能一眼复制的。有达到英雄的执念，却看不到怪人的冲动和欲望，无法彻底舍弃人类的身份。看来要花些时间彻底洗脑了。王牌越多越好，毕竟英雄协会那边也可能隐藏着王牌呢。果然是地下传来的声音嘛。但是现在好像又安静了，奇怪。通过卫星的热能反应，确认了怪人协会至少有500只以上的怪人，所以每人需要消灭60只以上。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需要担心的是敌人中干部级别的战斗力。前几天出现的蜈蚣长老便是怪人协会龙级的怪人。除此之外，你们还有别的看法吗？性感囚犯表示，前些日子曾对付过一些比较棘手的怪人，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驱动骑士真的被干掉了吗？不是很确定，但自从他前往 Z 市调查后，就一直无法联系。也就是说，我们也会像他一样被干掉吗？大家都不可大意啊！僵尸男话音刚落，龙卷就表示他可不认为自己会被打败。一旁闪光的弗莱奇也提出意见，一碰面怪人就会毫不客气地攻过来，所以就算到时候他们提出谈话，也没必要理会。同理表示赞同，这种情况同情敌人是会致命的。我可以说一句吗？怪人那边有一些受到教唆才变成怪人的，如果各位看着穿着囚服的怪人，希望能让我来应付，我想救他们。我的老朋友也变成了怪人，但我还是不得不将他斩杀了。你有办法救那些已经怪人化的人吗？我打算试试用天使的拥抱和舌吻让他们恢复理智。抱歉，继续吧。敌方 BOSS 级的怪人王大蛇和参谋大众眼毫无疑问是龙级的，应该尽量避免和其单打独斗。好，最终 BOSS 我会去解决的，其他的小喽啰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喂，不要擅自决定。怎么，你想和 BOSS 打吗？我可是为了无能的你们呀！谁能让这家伙闭嘴？这样还怎么开会？刚说到这儿，身后有人走了过来。你们这些家伙，居然把身为队友的我排除在外，在这开秘密会议呢？什么意思？原来是 A 级第1位的甜心假面。看着甜心假面一脸疑惑的表情，童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按照计划 ，S 级以外的成员是要留在地面支援的。正在犹豫该怎么委婉的开口，旁边一道声音传来，什么意思？当然是大家都讨厌你啊！童弟赶紧大声喊叫着，将龙卷的话掩盖过去，最后还是告诉了他原因：我在地面待机。什么意思？童弟解释道，地面也需要支援队，所以希望假面能担任地面的队长。本来说的好好的，原子武士又插嘴道，攻入内部的只有我们，处理那些漏网的杂鱼就拜托你了。哦对了，我是会带着弟子们突击的。不行，光靠你们几个根本靠不住，我也要突击。果然结果还是这样，而龙卷一边也不嫌事儿大。你是听不懂吗？我们的意思是你的级别根本不够参加这次的战斗，明白了吗？童弟，看来你不了解啊。如果要发挥指挥能力，连 S 级的你们也应该在我之下。喂，这无视我，我们也在你之下。哼，这种戏言至于你的名字就够了。你是想要功劳吧？我把我的内容分给你，所以听童弟的指挥吧。现在不是相互扯后腿的时候。甜心假面嘴角一抽，僵尸男，你为什么是不死之身？真让人不舒服。你该不会是怪人吧？你说什么？我看不出来你们作为英雄有能力尽到应有的责任，我就趁这次机会好好使唤使唤你们吧。所以由我来指挥你们。这话一出，场面上气氛开始沉重起来。你可以试着用武力让我们服从你，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以为我做不到吗？喂，这个玩笑开大了，收起你的杀气 ，Flash。这要取决于他，如果他阻碍作战的话。就在场面上都快要打起来的时候，重磅人物到场了。帝王引擎的传来打破了这个僵局。King， 你来的正是时候，就算是你也要听我的指挥。但下一刻 King 身上的污渍引起了甜心假面的注意。King 身后的两位迫不及待地表示 ，King 先生可是在 Z 市战斗了一整晚，最后由于敌人数量太多，才暂时退了回来的。好家伙 ，King 能升到 S 级位置，肯定少不了这两位的功劳。
这番话不仅震惊了甜心假面，也镇住了其他人，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龙卷都表示有两下子嘛。甜心假面嘴上说着看在 King 的面子上就算了，不过他还是会突击的。会议终于可以正常进行了。与此同时，协会另一边，负责这次任务的西装男和另一位负责人西奇正在等待着一帮英雄的到来。A 级第34位羽毛， A 级第22位一发手， A 级第25位星月粗眉。除了 A 级英雄，还有 C 级133位尺增超能力， B 级第60位剑心， B 级第71位主将水树。这帮人便是此次行动负责地面支援的英雄们。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西装男却表示，这其中几人是将来或许会成为 S 级的潜力股。刚说到这儿，一名手下急匆匆的跑来，在西奇耳边告诉他，银色獠牙来了。哟，西奇，我把随身携带的电话弄丢了，能不能给我一部新的？西奇僵硬着表情，表示知道了，会马上准备的。但突然间，他又想起西装男的话：“银色獠牙，你和 King 一起消灭蜈蚣长老一事做得很好，但那个时候为什么眼睁睁看着饿狼逃跑了？真的是因为有怪人从旁介入吗？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放跑了他？抱歉，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我有点混乱。稍后会有人拿来新的通讯中断，请在这儿稍等一下。被怀疑了。”因为你手下留情了吗？我没有手下留情。就在这时，门又开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走了进来。暂时还能躲一会儿，但该怎么逃出去呢？你在干什么 ，King？ 差点没给 King 吓死。看到原来是邦古 ，King 算是松了口气。但刚想说起什么，突然想起来，刚刚童弟好像说过，不能把行动的事告诉邦古。但谁料邦古却主动凑了上来。喂，我们可是一起吃过火锅啊，说给我听听吧。King 先生说去上厕所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呀？刚刚他的引擎声很大，是不是去提高集中力去了？好，我正好也热热身。而另一边 ，King 已经将计划全盘托出了。敌人的位置就在废墟城市下方，这事儿祁煜知道吗？不，他应该不知道，不然早就一个人去了。哦，对了，银色獠牙，邦普先生，你们能把祁煜先生和杰诺斯带来，悄悄从委派我的路线突入敌营吗？King 是当然不会和大部队一同前往的，所以提出了这样的意见。饿狼也在那里吧？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我也去吧。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他们会在祁煜家集合，一同杀入怪人协会。而另一边 King 回来了，有了和祁煜一同前往的计划后，他终于松了口气。而在别人看来 ，King 果然是去调整集中力去了，帝王引擎也停了下来。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吧？那我们出发吧！营救计划终于展开了行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即将展开。而祁煜一边又在干什么呢？那么到这里，饿狼篇6就结束了，下期大战正式打响。喜欢本期视频呢，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见。